巴基斯坦军方宣布放弃土耳其的 T-129武装直升机，转而选择中国的直十 ME 国产发动机，终于行了。观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我是福田少。据来自巴基斯坦国内媒体的消息，巴基斯坦三军公共关系处最近透露，该国的陆军已经放弃采购土耳其的 T-129武装直升机，转而采购中国研发生产的直十 ME 武装直升机。另据土耳其国防工业新闻网站报道，在遭到延误之后，巴基斯坦现在已经决定取消其2018年从土耳其采购30架 T-129攻击直升机的订单，转而从中国引进直十 ME 武装直升机。当年巴基斯坦的武装直升机项目参与竞标的主要是两个机型，一个是中国的直十，另外一个呢就是土耳其的 T-129。两机同台竞技的结果，最终巴基斯坦选择了土耳其的 T-129。很多网民觉得不可思议，土耳其的航空工业又不发达，和中国没法比，凭什么它的 T-129就能够胜出呢？如果综合分析一下的话，就可以发现土耳其的 T-129武装直升机，它的机载航电系统、武器系统并不比直十强，但是它的发动机比较先进，是从美国引进的，从而造成了它的起飞公重比比较大。因为 T-129不但发动机的功率大，而且它的起飞重量呢也相对比较小，比直十轻1吨。因此从这个角度看，它更适合执行高温高原环境下的作战任务。有报道称 T-129的最大起飞重量为5吨到5.5吨，它采用美国研发生产的 CTS-800-4A 涡轴发动机，起飞功率达到1600多马力，加之该机的总体重量比较轻，因此它的起飞公重比相对来讲比较大。而直十的最大起飞重量超过6吨，采用2台国产的涡轴9发动机。这款国产的发动机，它的最大起飞功率为950千瓦，起飞的公重比略为偏低了一些，因此有些设备的安装以及防护系统的配置就不得不做出相应的取舍。而这次巴基斯坦转向采购中国的直十 E， 说明呢我们在直升机的动力系统方面又取得了较大的进步。该机换装了新型的涡轴发动机以后，它的飞行性能，特别是高原飞行性能，应该说有了较大幅度的提升。而过去直十直升机由于动力不足，在高原地区的飞行受到了一定的限制。此次巴基斯坦军方采购武装直升机的交易之所以出现较大的翻盘和变化，我想可能主要是2个原因造成的。一个，美国现在对土耳其禁运，那禁运什么呢？一个，美国的 F-35隐身战斗机不提供给土耳其了，理由是土耳其不听话，坚持从俄罗斯引进 S-400远程防空导弹武器系统。美国三令五申，但是土耳其不予理睬。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美国不得不对他们采取制裁的措施，其中之一是先进战机我不给你了。那第二个呢，那就是土耳其的 T-129所用的先进的涡轴发动机。这款发动机由于是美国提供的，因此它的出口必须美国人点头。如果美国不点头，你的平台搞得再好，也不允许卖给第三方。何况这款发动机后续能否继续向土耳其提供，都已经成了一个问题。因为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尽管
土耳其向美方提出了多次申请，但是美国人一直不置可否，这笔买卖因此而受到了严重的影响。而在此期间呢，我们中国的航空发动机企业在不断的努力，使我们的动力系统变得越来越强劲。配装在5直十上的涡轴9发动机，目前它的功率呢，据说已经从原来的950千瓦提高到了1200千瓦左右。这样，直十 ME 这种出口型的武装直升机的起飞功率比就接近了0.4，这个指标已经超过了 T129武装直升机。我们的直十呢，个头更大一点，装载的机载设备、挂载的武器系统也更先进，数量更多，再加上它拥有相当先进的战场态势感知能力和显示装置，因此在执行夜间作战的过程中具有相当大的优势。换发后的直十 E 已经在珠海航展做了公开展示，因此这款成熟的武装直升机出口巴基斯坦可以说已经是顺理成章的事儿了。今天的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